你相信龙的存在吗？龙文化在我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都很普遍，我们一直都自称为龙的传人，龙代表着祥瑞，是汉民族信仰的图腾。龙的形象实际上从古至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在各朝各代，龙的形象都有些许的改变。最经典的就是九似，角似鹿，头似驼，眼似兔，象似蛇，腹似肾，鳞似鱼，爪似鹰，掌似虎，耳似牛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对于龙的记载，龙鳞虫之长，能幽能明，能细能聚，能短能长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。总体来说，龙就是一种很神秘的生物。按照古人对它特点的记载和描述，龙不可能真实存在。在对龙的描述中，它们可大可小，自由变化，大的时候可以翻云吐雾，小的时候藏匿于无形，有的时候翱翔于九天之上，有的时候隐伏于波涛之中。对于龙这种神秘生物，最经典的解释就是源自于远古部落的融合。在远古时期，人类聚集成部落共同生存，面对自然环境，有很多那个时候无法科学解释的现象。这个时候，一些想象中的形象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，同时也会有自己信仰的图腾。这些图腾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动物，有的部落信仰猪，有的信仰蛇，有的信仰牛等等。这些动物在日常生活中对该部落可能有很大的帮助。随着发展扩张和各个部落间的碰撞融合，那么就会对图腾有取舍。最简单的就是每个部落都不吃亏，各取原图腾的一部分，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动物。这个时候，信仰的图腾完成了形象上的颠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图腾被神话化，最终龙这种想象中的生物也就被赋予了各种神奇的能力，上天入海，翻云吐雾，无所不能。最后，龙也被加入12生肖之中，它是最特别的，因为其他11个生肖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动物，只有龙是想象的，可想而知它有多特别。信仰龙图腾、龙文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次的共鸣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龙是不存在的，也从来没有人发现过龙的实体，甚至于龙的化石都没有。如果一种生物真实存在，那么个体死亡自然就会有痕迹留下来，但目前来看什么都没有。在上个世纪30-40年代的时候，在我国营口发生坠龙事件，事件传播很广，但很多细节已经不清晰了。走进科学做过多期节目，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搁浅的须鲸类。有人认为龙之所以没有被发现，认为这种生物隐藏在深海之中。这个假设很聪明，因为人类对于深海的探测了解还很少，即使定点探测过几个位置，但海洋占据了地球上70%的表面积，也无法彻底探测。但从理论上来分析，很难有一种大型的动物生活在深海之下。首先，海水带来的压力自不必说，最主要的就是缺少食物。海底光线照射不到，没有光合作用的植物，那么所有的事物都来自于海洋上层的馈赠。像抹香鲸，它可以潜水到2000米深的海下，但它并不能一直都生活在那个位置。从远古时期就有对于龙的记载描述，一直延续至今。这说明龙如果真的存在，那么它们至少会出现过，被人目击到了。但是到今天，为什么龙就不出现了呢？它们吃什么？还会翻云吐雾吗？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类对于深海的探测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全面。从无人深海探测器到载人探测，人类目前已经可以直达海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，深度超过1万米。但是在那里已经不存在大型的生物了，甚至生物都非常少，温度、压力和食物都是要克服的条件。龙大概率上来说并不存在，因为它的一些能力已经超过了常规物种的范畴，已经不科学了。